欢迎来到杂学咖啡馆，我是读万卷书板块的说书人 K。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一本关于如何制造好运的新书，2023年5月出版的《好运气制造手册》。作者叫克里斯蒂安·布什，是一位商业顾问、大学讲师，曾多次在世界经济论坛、联合国和 TED 上进行演讲。在这本书里，作者只讲了一件事，那就是怎样成为一个幸运的人。有一个非常经典的问题，那就是成功到底是靠才华还是靠运气呢？在科学研究领域，有这样一个数据，30%到50%的重大科学突破是由意外或巧合所引发的，也许是一个实验室里被污染的培养皿，又或许是一次化学物质的意外泄漏。前美国总统奥巴马也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每当看到那些成功人士们将成功源于智慧的观点奉若圭臬时，我都感到莫名的惊诧。因为我虽然也自认为是一个勤奋且小有天赋的人，但这个世界上聪明而且勤勉的人太多了，拉开人与人之间的成就差异的，往往只是当事人会碰到什么样的机遇。可如果说成功只是靠运气，我们的命运只是上帝掷骰子的结果，那么个人的努力就没有价值了吗？当然不是。举个例子，如果科学家直接扔掉了那个被污染了的培养皿，他也不可能抓住这个导致成功的机缘巧合。或者说，正是因为他前面不断的努力，才会出现那个被污染的培养皿，把握住了就成功了。事实上，生活中许多重大的转折和机遇都源于偶然或是幸运。那么，幸运是可以创造的吗？我们有没有办法能把握，甚至创造出这样的机遇呢？回答是肯定的。在这本书里，作者教给了我们一些制造好运的方法。虽然机缘巧合是不可控、不可测的，但我们可以借助科学的方法，主动营造出一个充满可能性的环境，从而提升机缘巧合的发生概率，敏锐的识别并紧紧地抓住机遇，最终走向成功。全书的内容分为2部分。第一部分，我们来探讨一下成功到底是靠才华还是靠运气。在第2部分，我们再来具体说说有哪些制造好运的方法。关于成功是靠才华还是运气这个问题，通常人们会认为天赋和努力更重要，因为运气实在是个虚无缥缈的东西。但事实果真如此吗？有一个意大利的研究团队，他们研究的就是这个课题。通过数学模型的推演，得出的结论是，一个人在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主要起作用的是运气，而不是才华。这个研究起源于一个常见的悖论，那就是人的才华和他拥有的财富不一定成正比。很多才华洋溢的人并不富裕，而很多富有的人可能也不是很有才华。我们知道，如果用数值去衡量每个人的智商与才能，结果是趋于正态分布的，曲线的形状像一个小山峰。通俗来说，就是所谓的天才与庸才都是少数，绝大多数人的智商和才能其实都差不太多。而人类世界的财富分配遵循的是帕累托定律，也叫8·2法则，意思是这个世界80%的财富只掌握在20%的人手中。所以如果你把表示人类能力的山峰曲线和表示财富分配的2·8曲线放到一起，会发现二者的差距实在有些大。于是这个意大利的研究团队就想研究看看，在一个人的人生中，运气到底能对他的财富造成多大的影响。于是他们做了一个数学模型，或者说是一个虚拟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有1000个小人，随机分布在一张201×201的方格棋盘上，每个人占据一个空格。每个小人都有一个预设的能力值，包括智商、努力程度、教育等个人属性，数值范围在0到1之间，遵循正态分布规律，平均能力值是0.6。此外，给每个人都设定了10块钱的初始资金。在所有设定完成后，在这张棋盘上随机撒一些绿色和红色的点，它们代表着人生中可能遇到的事件，绿点代表幸运事件，红点代表不幸。棋盘上的小人都不会动，但绿点和红点会随机移动。当遇到绿点时，小人手中的资金就会有几率翻倍，能力越高，资金翻倍的概率也越高。而红点与绿点不同，红点是公平的，不管小人的天赋值多少，只要遇上红点，金钱一律减半。也就是说，红点代表的是那些难以避开的不幸，比如天灾、车祸、疾病等等。红绿点一共会撒点80次，模拟的是每个人一辈子要工作40年，
每半年可能会碰到一次幸运或不幸的重大事件，那么他一辈子可能会遇到的重大事件就是80次，既可能是幸运的绿点，也可能是不幸的红点。每个小人的初始资金都是10块钱，但红点绿点撒了80轮以后，第一个结论是有一半的人手里几乎没有钱了。第二个结论是最有钱的小人有2560块，但他的能力值只是 0.61， 很平凡，只是因为不断遇到绿点，几乎没有遇到过红点而已。第三个结论，天赋值最高的小人经过80轮后，手里只剩下了 0.625 元。这个模型从设定到运行结果，听起来似乎感觉有些儿戏，但研究人员计算后发现，这1000个小人最后的财富分配恰好符合了真实世界中人类财富分布的那个巴尔法则。而且研究人员之后又把这个模型运行了1万次，每次的结果都是这样，也都符合巴尔法则，这就不是什么简单的巧合了。而且在这1万次运算中，最后最有钱的那个人能力值都在 0.55 到 0.75 之间，也就是在中间偏右一点的水平。可见最成功的人并不一定是最有才华的，而最有才华的人也不一定是最成功的。研究人员因此得出结论，一个人能否成功和能力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运气才是决定性因素。当然，现实生活要远远比这个模型要复杂，这个研究也不能真正的模拟完整的人生，但它起码提醒了我们，运气或者说机遇在生活中的重要性可能被大大低估了。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从此躺平，等着上帝随机掷骰子。因为首先你得让自己成为一个能力在中间偏右的人，其次你要增加好运发生的概率。还记得这个模型中的一个设定吗？天赋值越高的人，遇到绿点后抓住机遇的可能性越大。也就是说，运气来临时，你还得具备发现并且抓住机遇的能力，才能让好运真正落在自己的头上。通过数学模型推演得出了成功主要靠运气这个结论，虽然听起来似乎有些消极，但事实上幸运的发生也符合概率论的范畴。制造幸运，抓住机遇，其实是一种可以培养的能力。就像在日常生活中，你投递的 offer 越多，接到回应的可能性就越大，又或者是只要你不断增加投篮次数，下一球进球的概率自然会越高。这告诉我们，既然我们无法控制幸运事件的发生，那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采取一些方法，提高遇到幸运的概率。当幸运事件出现了，机会总是偏爱有准备的人，之前所有的积累所带来的能力，在这个时候才真正开始有了用武之地。作者在书中还分享了一些制造幸运的方法。首先，我们要克服思维偏见，意识到运气无处不在。其次，我们要具备开放的心态，增加与外界的接触频率和接触面积，同时保持敏锐，尤其是一些让人恼怒的意外发生时，可能就蕴藏着新的机遇。最后，我们还要避免固定型思维，让自己保持一个开放、创新的心态，挖掘每一种可能的解法，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容易发现绿点、抓住绿点的人。不要迷信所谓的成功人士，他们在演讲中很少会说自己运气好，而是强调自己过去的策略和努力。对于机缘巧合这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往往忽略不提，他们只是通过语言的技巧，组织出一篇逻辑上环环相扣、自圆其说的故事。但事实上，运气或者说随机性，往往在这些成功人士的经历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成功学很难被复制。但我们可以复制的是他们的某些行为模式，比如不断扩大自己的人际圈，比如不断链接身边的各种资源等等。另外，一定不要忽视的是，我们真的可以制造属于自己的幸运。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如果您对《好运气制造手册》这本书有兴趣，依然推荐您去通读原作，并请关注我们的频道，获取各种精选过的杂学、观点与谈资，从而更好地与外界沟通，增加好运降临的概率。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